怎么了 ，Kiana？哦，没什么，就是觉得这个点的食堂太安静了。一般情况下，也没人会在食堂刚开门的时候来吃早餐吧？除了今天的你，还有被你拉过来的我。对不起啦。我们之间倒也不需要这么客气。而且，我大概能猜到你找我的原因。你想最后确认一次复线计划的细节，比如莱拉的人设、训练系统的故障，以及我、幽兰戴尔和克莱因出现的时机。但你不想打搅才睡了几个小时的 Bronia， 也不愿麻烦忙于晨练的幽兰戴尔，所以你找到了我，唯一一个有时间又相对从容的人。雅一最懂我了。你呀，脑袋里的想法全都写在脸上，不用人猜，光是看一眼就能知道个明明白白。其实大家之前鼓励我的话，我都有好好记在心里。我也不是带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才找到了牙医，我就是想在这种时候和你说说话而已。我明白。我第一次踏上我负责的班级的讲台之前，也非常紧张。那会儿，我甚至在为手该怎么放、眼睛看哪里这种奇怪的问题而烦恼。不过，在用了德丽莎主教告诉我的秘诀之后，紧张在我上台的瞬间就立刻消散了。啊，有这么厉害？试一试总没坏处。牙医，大姨妈的方法也太灵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真巧，提安娜·卡斯兰娜，雷电牙医。克拉丽，是我。如果你呛到了，这里有水。哦，谢谢你啊。那个，克拉丽，你可以直接叫我牙医，对 Kiana 也是一样，我们没必要这么生疏。说的也是，全名的字太长，叫起来很累。说起来，你不应该中午12点才到吗？现在怎么反而提前了4个小时？那是第一版行程表上的时间，我当时也的确选择了12点到的那班飞船。但瓦尔特先生1天后又发了一版新的行程表，你们不会没看吧？懂了，你们真没看。我们那段时间刚好放假，假期里又一直在忙其他的事，确实没注意到瓦尔特先生又发了一封邮件。没关系，反正你们都在这里，不如直接带我去明天的授课地点逛逛吧。赫利亚已经在那里晨练了，如果现在回宿舍，我之后一定懒得出门。哎，克拉丽，你为什么会知道赫利亚已经到了预定的授课地点啊？这是飞船抵达月球基地时，他自己亲口跟我说的话。如果你们不信，要我现在打电话问他吗？啊！不紧张，不紧张。我已经准备好了。
又见面了。哎，你怎么和 Kiana 老师一起来了？算是巧合吧。没关系，就算流程对不上，但大家之前准备的话题也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先试着提升他们对我的好感度，再看看他们对彼此现在的印象吧。赫利亚、克拉丽，你们现在有兴趣和我玩一个游戏吗？什么游戏？简单来说就是特别版的真心话。我猜你们对我还不算特别了解，所以我想给你们3次对我提问的机会。在这3次机会内，和我相关的问题我都会如实回答。比如我学生时期的趣闻，又或者一些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糗事啊。当然，我说了之后，你们可要替我保密啊。拜托了，克拉丽同学，请务必让我的犯错误效应派上用场。学生时期的你，文化课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喜欢干的3件事分别是睡懒觉、吃牙医的饭，以及和 Bronya 打游戏。至于糗事，你前段时间应该有委托克莱因前辈暗中抛售你网购来的零食吧？而你这么做，仅仅是害怕你的小垃圾们被暂居月球的牙医和幽兰戴尔发现。提问：我所说的内容是最新版本吗？是的，不过你怎么知道啊？爱因斯坦和我说了一些，瓦尔特先生发来的资料也提了一些，剩下的，抱歉，恕我不便透露。失策了。如果模拟出的克拉丽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提前获取月球基地的最新地图，现实中的他又怎么不能提前知道 Kiana 的信息呢？Kiana， 其实我们在飞船上已经聊过不少关于你们4位代教老师的事了，至少现在我还想不出有什么必须要问的新问题。如果你不介意，可以让我把这些提问的机会攒到之后用吗？我相信，在今后的训练里，他们一定有用上的机会。那真是太好了。那么，作为交换，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吗？克拉丽，你的全名是克拉丽6626普朗克，这个6626究竟代表了什么？怎么了，克拉丽？6626是我作为量产型仿生人的编号。我刚刚只是想起了6625个和我素未谋面、永成陌路的兄弟姐妹罢了。你……对不起，克拉丽，我没想到6626的背后竟然是这样悲伤的故事。没关系，都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看未来，对吧？是啊。所以 Kiana， 可以麻烦你提前透露一点课程的具体内容吗？我个人对末日产子应对技巧这节课非常感兴趣。喂，你其实是觉得往后最有可能在月球基地碰到这类怪物，所以才想赶紧学会偷懒的诀窍吧？这位同学，请不要曲解我预习课程的目的。那你倒是别和 Kiana 开那个玩笑啊！真是的，说话不要总是没轻没重。那个，说回我们的课程，我当然可以提前给大家演示。稍等，我马上就启动模拟训练装置。哇，好险！幸亏本小姐反应神速，这才及时阻止了矛盾的发生。我还是蛮行的嘛，而且也能借此机会给他们小小的上一课。你们太慢了，别担心，一下结束。
谢你的演示 ，Kiana。原来这些怪物身上附着的晶体，才是应对的关键。就算不取巧，用火箭锤直接处理也不错，至少锤出的叮叮咣咣声，很像在打音乐游戏。克拉丽，我的意思是，你的演示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所以机会难得，你们想提前试试非演示级的难度吗？作为晨练的一环，当然可以。我没意见。哼，上钩了。哼哼，我们的模拟果然很有用嘛。克拉丽，你刚刚那一下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只是一点内置在火箭锤里的小玩意儿而已。你要是好奇，可以晚上来宿舍找我，不过最好在10点之前，10点后是我的个人时间。好啊。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默契了？也算不上多默契吧。他的锤子刚刚差点就抡到我了。笨蛋 ，Kiana 显然在问我们的关系。哦，我明白了，怪不得 Kiana 你总是在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们。原来你以为我们的关系还和选拔赛时一样啊？事实上，在飞船航行的这几天里，我们2个就已经把话说开了。现在的关系，说不上特别好，但也没到你担心的那种程度。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赫利亚同学，请你不要擅自抬高期待，又擅自失望。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好，不代表我们不好，只是还没到那种好。你的思路有点绕，不过我大概听懂了。还有，下次不要用那个玩笑逗第一次见你的人了。Kiana， 克拉丽才不是什么第6626个量产型仿生人，他只是为了标新立异，把普朗克常数插进了自己的名字而已。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们4人在收到带教通知后，就一直在为化解我和克拉丽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而努力。现在看来，我们的努力大部分是无用功呢。不，这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只是初次见面，我却有一种你像是老朋友的感觉。补充，人工智能推演出的克拉丽，至少在我的眼里，其行为逻辑与思想仍有着许多与我相似的地方。我也这么认为。真的吗？真的。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看看你们完整的行动记录呢。特别是和幽兰戴尔有关的内容。没事儿，我晚上就发给你。好吧，谢谢。对了 ，Kiana 老师，我现在可以使用第2个提问的机会吗？我好像想到要问你的问题了。当然，你问吧。那我问了，当人类沉睡在圣痕计划织就的梦团时，你曾经对他们说过一些话，但对几乎9成9的人类而言，这只是一场醒来就会忘记的梦。甚至连我这样的女武神，在参加选拔赛之前，对你都没有过太多的了解。你会不甘心吗？怎么说呢？如果是从前的我，恐怕会很不甘心，不甘心到需要牙医陪我聊几个晚上的天，需要 Bronya 陪我打1周游戏的程度吧。就我搜集到的资料而言，你甘心的时候也没少这样做。
你们别笑嘛，毕竟我那时可是连做梦都念着，总有一天我要成为超越幽兰戴尔的天命最强 S 级女武神。唉，可结果呢？我连我们班的班长都打不过。这个连字你可以再斟酌一下。哎呀，无知者无畏啦，光看外表，谁能想到班长他深藏绝技？当然，因为我对文化课重视程度不高，又自视天赋过人，所以哪怕输给了班长，也依然爱逞嘴皮子功夫，还没少惹姬子老师和大姨妈生气。唉，要是有机会回到过去，我肯定会好好教育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你想让他少惹姬子前辈和德丽莎主教生气？是，但又不全是。比起那些，我最想告诉他 ，Kiana， 你要好好珍惜和大家相处的时光啊。我想，那个 Kiana， 她一定已经听到了。而且我们也听到了。既然如此，我们来拍张合照吧。这么突然吗？拍照哪需要什么理由？不都是想拍就拍吗？哎，克拉丽不许跑！我没有跑，我只是在调整我的站位。我站后面一点好了。你们随意，就当是朋友之间的纪念。往后的2个月，还请多多指教啦。